今天我們要聊一個近期減重圈的熱門話題，瘦身之後為什麼反而看起來更顯老態？許多人使用新一代減重神器瘦瘦針，如猛健樂 Mounjaro、周先達 Wegovy， 體重明顯下降，本以為終於甩開肥胖困擾，卻在鏡子前發現臉頰凹陷、皮膚鬆弛，整個人顯得憔悴了不少。難道這苗條身材的背後隱藏着讓人變老的代價嗎？今天我們就要深入探討這瘦身背後的隱憂，告訴你減重針的隱藏成本，以及如何既健康變瘦又不加速老化。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探究竟。減肥一直以來是許多現代人的夢魘，從節食、運動到各種偏方和減肥藥，大家嘗試了無數方法，但效果往往有限或難以持久。然而在近年，一種被稱為瘦瘦針的醫療技術橫空出世，仿佛實現了多年來的減重神話。2021年起，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陸續批准了一些原本用於治療糖尿病的針劑，用於肥胖症的體重管理。隨後2022年、2023年開始，這股風潮吹向全球。到了2025年，台灣也引進了2大減重針新星，猛健樂 Tirzepatide 和周先達 Semaglutide。短短幾年內，瘦瘦針在減重市場掀起旋風，不少人視其為減重神藥。為什麼這些瘦瘦針如此受矚目呢？簡單來說，效果驚人。傳統節食運動可能半年才能減下來的體重，使用瘦瘦針配合生活調整，往往幾個月就能達成。臨床試驗數據顯示，周先達每周注射高劑量約1年多，68周可平均減輕 12% 以上的體重。而猛健樂的表現更亮眼，高劑量組平均減掉了 20% 左右的體重。換算一下，如果一個體重100公斤的人使用猛健樂，一年可能減重將近20公斤，這幾乎相當於直接縮水一圈，效果令人驚嘆。更重要的是，這些藥物原本開發來治療糖尿病，透過作用於腸道激素受體來抑制食慾、控制血糖，因此在減重的同時，還可能帶來血糖改善、血壓下降等健康益處，可謂一舉多得。想象一下，對於多年來苦於節食失敗、運動減肥見效慢的人們，突然有了每周打1針就能瘦的方案，誘惑力有多大？於是，不僅肥胖患者躍躍欲試，就連一些只想甩掉幾公斤的輕度過重者，甚至許多名人都開始關注這類減重針。2023年，在好萊塢和社群媒體上，就盛傳不少明星暗地裡使用瘦瘦針來迅速瘦身。瘦瘦針一時間被封為魔法瘦身筆，預約諮詢的患者人滿為患。看起來，我們仿佛找到了減肥的捷徑，體重下降，曲線出現，衣服尺寸縮小，一切如此美好。然而，當越來越多人實際體驗後，關於瘦瘦針的另一面也開始浮現。有人體重是減了，可臉上卻仿佛多了好幾道皺紋，整個人看起來蒼老了一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減重藥真的在偷走我們的青春嗎？讓我們把鏡頭拉近，深入了解這背後的原因。小芬今年35歲，常年為身材困擾。2個孩子出生後，她體重一路飆到80多公斤，試過無數減肥法，都以復胖告終。去年，她聽說診所推出新型減重針劑周先達，號稱能讓人不餓、不累又變瘦。經過醫師評估後，小芬開始每周皮下注射1次瘦瘦針。神奇的事情發生了，1個月下來，體重減了5公斤。她幾乎沒怎麼挨餓，2個月減了將近10公斤，腰圍縮小，久違的苗條曲線開始重現，讓小芬欣喜若狂。她迫不及待地和閨蜜們分享自己的改變。然而，當幾個月沒見的好友再次見到小芬，除了恭喜她變瘦，也露出了一絲驚訝。你是不是太累了？怎麼感覺氣色有點差？臉頰都凹進去了。小芬回家對着鏡子仔細一瞧，發現自己雖然身形明顯瘦了一大圈，但臉上蘋果肌沒了，雙頰變平，甚至有點下垂，法令紋反而更明顯了。原本圓潤的臉蛋變得稜角分明，但整體看起來有點憔悴老態，這讓小芬相當沮喪。難道瘦下來的代價就是讓我看起來老了10歲嗎？小芬的經歷並非個案，隨着瘦瘦針使用人數增加，類似的反應逐漸浮現。有的人減重後腰瘦了，
肚子小了，可臉部反而失去豐潤感，皮膚沒有先前那樣緊緻飽滿，細紋變得明顯。美容診所甚至報告，近期上門諮詢填充蘋果肌、拉提緊緻的人變多了，而這些人共通點就是剛用藥瘦身成功。這種現象在網絡上引起熱議，國外稱之為 Ozempic Face， 中文有各種稱呼，減重臉、瘦老臉、瘦瘦比臉等等，指的就是快速減肥後臉部出現凹陷、鬆垮顯老的樣貌。那麼問題來了，瘦身變老究竟是瘦瘦針藥物本身的副作用，還是快速減重的結果？換言之，如果不用這些針劑，採用別的方式快速瘦身，會不會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接下來我們要從生理和醫學的角度解開瘦下來顯老態之謎。要解釋瘦身後臉變垮的原因，先得了解我們臉部年輕飽滿的秘密。青春飽滿的面容，除了皮膚緊緻外，皮下脂肪扮演了重要角色。想象一下，嬰兒或年輕人的臉龐總是圓潤有彈性，因為皮下脂肪豐厚，宛如天然的填充物，支撐起皮膚表面，使其看起來光滑而富有彈性。我們常說一個人臉上膠原蛋白滿滿，其實部分指的就是這種豐盈的脂肪和結締組織帶來的年輕感。隨着年齡增長，很多人會面臨臉瘦的困擾，無論體重有無變化，年紀大了，臉總會顯得瘦一些、垮一些。原因在於膠原蛋白流失和皮下脂肪減少，臉部原本的支撐結構在退化，導致皮膚失去支撐後產生鬆弛和皺紋。這是一個自然老化過程，但如果在短時間內劇烈減重，特別是快速減掉大量脂肪，這個過程會被極大的加速。我們的身體無法選擇只燃燒肚子的脂肪而保留臉上的嬰兒肥，減重時全身脂肪都會動員燃燒，臉部也難以幸免。瘦瘦針因為效果強，減重速度快，更容易出現臉部脂肪迅速流失的現象。一旦臉上的墊子不見了，膚表就像氣球洩了氣，曾經的豐潤曲線變平，皮膚開始往下垂。尤其對原本臉就比較瘦、脂肪不多的人而言，體重只要下降幾公斤，臉部變化就很明顯，雙頰凹陷、顴骨突出、法令紋加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許多。難怪有人戲稱每瘦10公斤可能老鄉增加5歲。那是不是說這些減重針本身對皮膚做了什麼壞事，直接導致我們變老？目前醫學界的共識是，臉部老態主要不是藥物直接傷害皮膚，而是快速減肥本身的結果。也就是說，假如你用節食或手術在短時間內瘦很多，臉也可能出現類似問題。瘦瘦針的主要作用是抑制食慾，讓你吃得少，以及改變新陳代謝，從而達到減重。它並沒有直接對皮膚下毒手。臉變老態是間接效應，脂肪減少了，支撐力沒了，肌膚就顯得鬆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正在探索 GLP 一類減重藥瘦瘦針的主要成分之一對皮膚和脂肪細胞的影響。有科學家提出， GLP-1 受體促效劑可能不只讓脂肪變少，還抑制了皮膚層脂肪細胞的正常功能。簡單說，這類藥可能降低臉部皮下脂肪細胞對營養的利用效率，讓它們更容易進入一種休眠或萎縮狀態，進一步減少膠原蛋白的產生。同時，快速減重也可能觸發氧化印肌、自由基增加和酵素活性的改變，加速皮膚老化的生化過程。換句話說，瘦瘦針除了讓脂肪燃燒外，可能有那麼一點副作用，影響皮膚的新陳代謝，讓你的臉看起來更疲憊。但目前這些只是學術上提出的機轉推測，最主要的罪魁禍首仍然是脂肪流失和體重驟降。總而言之，如果你快速瘦了很多，全身的改變不僅僅反映在腰圍數字上，也寫在你的臉上，身材變苗條了，臉龐卻可能失去了年輕時的豐潤。這聽起來有點殘酷，但背後的原理其實很合理。接下來我們還要討論另一個常被忽視的隱憂，快速減重對肌肉和健康帶來的影響。快速瘦身帶來的改變不只體現在脂肪和外貌上，同時也會影響到肌肉組織和皮膚彈性等多方面。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座複雜的城市，突然的大幅裁員，快速減重可能導致基礎建設跟不上，
出現各種問題。首先是肌肉的流失，減肥時大家往往只關注脂肪少了多少，但其實瘦的未必全是脂肪，還可能包括肌肉、水分等瘦體組織。特別在熱量攝取驟減或蛋白質不足的情況下，我們的身體可能動用肌肉蛋白來供能，導致肌肉量跟着下降。一些研究指出，使用 GLP-1 類減重藥減輕的體重中，有相當比例是瘦體重 （lean body mass）， 包括肌肉。執行有的研究估計約 20% 到 40% 的減重可能來自肌肉和其他無脂組織。這意味着，如果你減掉10公斤體重，其中可能有2到4公斤其實是肌肉流失。對減重者來說，肌肉的價值常被忽略，但事實上，肌肉就是代謝的引擎。肌肉量下降，基礎代謝率也會降低。長遠來看，可能讓你更難維持體重，甚至增加復胖風險。此外，過度的肌肉流失會帶來體力變差、虛弱無力等問題，對中高齡人群尤其危險，因為肌少症會提高跌倒和慢性病風險。再來談談皮膚的變化。快速減重對皮膚的衝擊，除了前面說的臉部鬆弛，還包含全身皮膚的鬆弛紋路。想象一個氣球鼓起來又突然放氣，氣球皮會變得鬆垮，起皺人的皮膚也類似。如果短時間內減掉很多公斤，腹部、大腿、手臂等處皮膚可能因失去支撐而出現鬆弛下垂，甚至形成皺褶或橘皮般的紋路。許多重度肥胖患者在大幅減重後都需要面對鬆皮的困擾，嚴重時甚至需要手術來切除多餘皮膚。雖然使用瘦瘦針的減重速度通常還沒快到像減肥手術後那麼極端，但如果幾個月內減重20-30公斤，皮膚的確可能跟不上內在體積縮減的速度，出現鬆弛感。另外，年齡也是因素之一，年輕人的皮膚彈性較好，回縮能力強，年紀大的人彈性蛋白較少，減重後皮膚較難恢復緊實。所以，如果本身在30-40歲以上，快速減肥後皮膚鬆垮的情形會比年輕時更明顯。因此，我們看到快速減重其實對肌肉和皮膚都有衝擊，前者關乎你的健康基礎和長遠瘦身成效，後者影響你的外表和自信。瘦瘦針雖然是強力武器，但如果使用不當，一味追求速度，很可能一手拿走了脂肪，也順帶拿走了點別的什麼，臉上的膨潤、肌肉的力量以及皮膚的彈性。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這未免太嚇人了，難道我為了變瘦，注定要付出變醜、變虛弱的代價嗎？別擔心，事情並非那麼絕對悲觀。我們強調這些風險，並不是說減重針不好，而是提醒大家正確使用方式很重要。其實，有相當多人瘦身後並沒有明顯老態，甚至因為身體健康改善、作息正常，整體氣色更好，顯得更年輕，都有。關鍵就在於如何瘦。下一節，我們將探討如何正確地使用這些減重工具，避免落入瘦得快卻老得快的陷阱。瘦身和凍齡，難道真的是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難題嗎？其實未必。正如醫生們所強調的，重點不是不能瘦，而是不能亂瘦。只要方法得當，你可以在減重的同時，把隱藏代價降到最低，甚至瘦出更健康、年輕的自己。以下是專家們給出的一些建議和策略，讓你減重不必變老。控制減重速度，切忌一味求快。理想的減重速度一般建議每周減 0.5 到1公斤左右，最多不超過1公斤。過快的體重下降最容易引發肌肉流失和皮膚鬆垮。使用瘦瘦針時，醫師通常會從低劑量開始，再視情況逐漸調升劑量，以免體重驟降太快。穩健而漸進的瘦身，能給皮膚和身體各部位時間慢慢適應，均衡營養，補充蛋白質。不要因為食慾下降就隨便挨餓或單一飲食。減重期間更要注重營養均衡，特別是高蛋白飲食，確保肌肉有足夠原料維持。不妨在醫師或營養師指導下，訂定每日蛋白質攝取目標，例如每公斤體重攝取 1.2 到 1.5 克蛋白質。充足的蛋白質有助減少肌肉流失，對皮膚的修復也有益處。除了蛋白質，適量的健康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也不能少這些。
都關係到皮膚彈性和新陳代謝。力量訓練與運動並行，邊瘦邊健身，事半功倍。不要因為打了瘦針，體重往下降就忽視運動。規律的阻力訓練、重量訓練、肌力訓練，能向身體發出信號，要求保留肌肉。同時，運動也促進血液循環，幫助皮膚維持彈性。許多醫生建議減重患者每周至少進行2到3次抗阻運動，加上適度的有氧運動，提高心肺功能和熱量消耗。運動加藥物的結合，才能讓減掉的主要是脂肪，而非寶貴的肌肉。保持皮膚保濕與防曬。快速減重期間，皮膚保養絕對不能偷懶。良好的保濕可以提升皮膚彈性，減輕鬆弛紋路的明顯程度。另外，防曬也很重要，因為紫外線會破壞膠原蛋白，加劇皮膚老化。充足的睡眠和減壓也有助於皮膚狀態，千萬別因為減肥而弄得精神緊繃、睡眠不足，否則反而更顯老態。醫師監控、個人化調整，減重針一定要在專業醫師評估與監督下使用。醫師會根據你的肥胖程度、健康狀況來決定是否使用，以及使用哪種藥，劑量如何。減重過程中定期追蹤體重組成變化、脂肪、肌肉、水分比例。如果發現肌肉掉太多或出現臉部明顯凹陷，醫師可能調整策略，比如減慢減重速度、加入營養補充等。個人化的減重計劃能大幅降低副作用風險。此外，如果真的出現臉部凹陷嚴重的情況，醫師也許會建議配合醫美治療，例如音波拉提、電波拉皮或填充膠原等，來改善外觀。但這些都需要專業評估，切勿自行亂嘗試偏方。遵循以上原則，許多人在瘦身成功的同時，並沒有付出變老的代價。相反地，他們因為體脂肪下降、血糖、血壓改善，整體健康狀況變好，人也顯得更有精神。要記住，減重的目標是為了更健康、更有活力的生活，不是單純追求體重計上的數字。與其急功近利、瘋狂減重再後悔連垮，不如一步一步扎實瘦下，用對方法讓自己瘦得漂亮、瘦得健康。除了外貌和肌肉的變化，瘦針作為一種藥物，還有一些不容忽視的代價與副作用，是每個使用者在追求快速變瘦前需要考量的。我們在這裡一併說明，讓大家對瘦針有更全面的認識。常見副作用，幾乎所有使用 GLP 抑受體促效劑，如周先達、猛健樂的人，都或多或少經歷過一些副作用，主要來自藥物對消化系統的影響。噁心、食慾不振、胃脹、腹瀉或便秘是很常見的反應。有些人在剛開始注射時，吃一點點就很飽，甚至反胃，必須慢慢適應。大多數人的這類不適症狀屬於輕度到中度，隨着使用時間拉長會逐漸減輕，但也有人反應比較劇烈，出現頻繁嘔吐或脫水的情況，甚至不得不中斷治療。因此，在使用初期要密切觀察自己的身體反應，並與醫師保持聯繫。如果噁心反應嚴重，醫師可能調整劑量或用藥頻率，千萬不要自己硬撐。罕見但嚴重的風險， GLP 一類藥物非常熱門，但畢竟問世時間不算太長，一些罕見風險還在持續觀察中。例如，有研究注意到這類藥物可能增加膽囊相關問題的風險，例如膽結石或膽囊炎。其實任何快速減重，不管用什麼方法，都會升高膽結石風險。因為體脂大量分解後，膽固醇代謝改變，所以使用瘦針的人也需要留意這一點。如果出現右上腹持續疼痛等疑似膽囊問題的症狀，要及早就醫。另外，也有極少數個案報告胰腺炎、腸道阻塞等嚴重副作用，但幾率極低。只是醫師在評估時會詢問病史加以排除，如有相關病史者，需謹慎。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從動物實驗中發現某些 GLP-1 藥物可能和甲狀腺腫瘤風險有關，但在人類身上尚未有定論。出於謹慎，許多藥物說明會提醒有甲狀腺癌或相關家族史者避免使用。總之，任何藥都有風險，瘦針也不例外。我們在享受它的好處時，也需要對可能的風險胸有成竹。心理和生活影響，使用瘦針後，許多人明顯感到食慾降低，
對美食的慾望驟減，這當然是減重的目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一種生活習慣的改變。有些人反映打針後對吃飯興致缺，甚至連曾經很愛的食物都提不起興趣。長期下來，進餐變成一種任務而非享受，可能對心理帶來微妙影響，比如社交場合不想多吃東西，聚餐時興致不高等等。這並不是嚴重的負面效應，但值得注意自己的心理狀態，確保減重過程中情緒愉快，壓力適當疏解。如果感到用藥讓自己出現情緒低落、煩躁等心理變化，也應主動和醫師討論。金錢成本與長期規劃，瘦瘦針雖好，可惜價格不菲。目前這類減重藥物通常不在健保給付範圍，需要自費使用。每支針劑依劑量不同，價格從數千到上萬新台幣不等。一個完整的療程可能需要數月甚至1年以上，累計花費相當可觀。經濟預算有限的人必須審慎評估。更重要的是，長期規劃要考慮，當停止打針後怎麼辦？瘦瘦針幫你減重，但若停藥後沒有維持良好生活習慣，體重可能捲土重來。有些人在停藥數月內胃口恢復，結果熱量攝取增加又發胖，前功盡棄。因此，很多專家建議將瘦瘦針視為減重的輔助工具，同時間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和運動習慣。等體重降到理想範圍後，在專業指導下逐步停藥，同時靠生活習慣守住成果。如果一旦復胖，也要和醫師討論是否再啟用藥物或其他方案，不要隨意自行反復開啟或停止用藥。從長遠看，減重是一輩子的課題，沒有任何一支神奇藥水能一勞永逸。心態上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而不是過度依賴某種藥物。綜上，瘦瘦針帶來的隱藏代價，不僅是表面容貌的改變，還包含身體內在、心理層面、現實成本等多方面。我們在選擇使用這類新技術前，想清楚自己的需求和承受能力是必要的。當然，在合適的人群、專業的監督下，瘦瘦針的利遠大於弊。它讓許多傳統方法減不下來的人成功瘦身，改善了糖尿病等健康問題，這點毋庸置疑。只是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視野來看待它，不是神話，也不是毒藥，而是一把有鋒利刃口的手術刀，用得好能治病，用不好也可能傷身。人們減肥往往是為了讓自己更健康、更有自信，同時也希望看起來更年輕美麗。所以當瘦下來更顯老態的話題出現時，不免讓人有種啼笑皆非的挫敗感。誰也不想辛苦瘦身，卻換來一臉憔悴。幸運的是，我們大可以不必在苗條身材與青春容貌之間二選一。正如專業醫師所說，不是所有人減重都會變老，但錯誤的減重方式確實可能讓你看起來老上許多。所謂隱藏代價，其實更多時候是可以預防和減輕的。回顧一下，我們了解了瘦瘦針的原理與驚人效果，也看到了快速減重對臉部、肌肉和皮膚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進一步提出了許多實用對策，從控制減重速度、注重營養和運動，到加強皮膚保養、醫師監控調整等等。這些方法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句話：科學減重，別急功近利。只要遵循科學原則，減重過程完全可以既瘦下脂肪，又留住年輕。對那些已經出現臉部凹陷、皮膚鬆弛困擾的朋友，也不必過度沮喪。皮膚和身體是有自我修復能力的。許多人在減重完成、體重穩定後，隨着時間推移，皮膚會慢慢重新貼合身體，膠原蛋白的產生也可能逐漸恢復一些。如果配合適當的保養治療，臉部的狀況是可以改善的。另外，有些人減重後反而覺得自己五官變立體，輪廓更清晰，臉上失去的嬰兒肥讓他們看起來更成熟有型，所以效果因人而異，不見得都是負面的。重點在於量身調整，了解自己的身體特質，和專業人士合作，在減重與抗老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總而言之，瘦身和容貌管理一樣，都需要智慧和耐心。我們完全可以選擇既瘦又美的道路，而不只是聽天由命的接受副作用。瘦瘦針等新技術為我們打開了減重的新大門，但走進去之後的路怎麼走，仍取決於我們如何運用科學知識、自律和醫療資源。
希望今天的深入探討能讓所有關注體重管理的朋友更加了解這些隱藏的代價，做出最適合自己的決定。最後送給大家一句話：健康的瘦才能瘦得長久，聰明的瘦才能瘦得漂亮。讓我們一起朝着健康又年輕的目標前進吧。祝大家在減重之旅中收穫的不僅是更輕的體重，還有更好的自己。我們下次再見，保持健康美麗。